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今天这一集呢，其实我想了很久，原本在想说，哎呀，就不要录了。但是后来想说，既然新产品都发布了，那就还是要讲一下。那就是在我们眼前的这款三星2024年的旗舰桑巴 Q990D 哦。那为什么说不想录呢？就是因为我开箱了这款产品之后，其实我觉得它跟去年的 Q990C、前年的 Q990B。大致上的差异其实不大，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目前不管是新闻媒体或是一些网红，他们开箱的话，的确关于 Q990D 的讨论非常少。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要说去年 Q990C 跟前年 Q990B， 他们还有一个调音上的不同可以讲，但今年的 Q990D， 我觉得当然它还是有一点点的不同。但是你真的要讲什么大的改变，那也是还蛮牵强的这样子。所以大家目前在网络上看到资料，可能就看到说它在 HDMI 设计上有做一些改进，但这个对于实际上消费者而言又是需要的功能吗？所以我们这一集就是会来跟大家细细的讨论一下这样子。好，那首先现在讲一下Q990D 的外观啦，它的外观一样。将近120多公分，然后它的深度将近14公分，高度我记得是7公分吧，跟 990B、990C 都是一模一样，然后就是采用金属这个网格的外观，按钮配置也一模一样。颜色的话 ，Q990C 去年是灰色，那今年的 Q990D 它回到跟 Q990B 一样的深黑色这样子。那包装内一样有后环绕跟重低音，重低音的话就是41公分的一个正方形去乘以它的整个的宽度，然后20几公分。所以但因为它太占画面了，所以我就今天没有把它拿进来这样。所以简单来讲，你看到它的外观就是一模一样，没有变。好，那单体的结构一样，它一样是维持了 11.1.4 的一个结构，在它的分中左右声道之外，它两边的45度角，然后它的180度都有各做这个两边各2颗的单体，然后加上它的后环绕呢，也是目前来讲有做这个天空声道，然后有做这个面向你发声的后环绕，还有面向侧边发声的侧边环绕的一个单体，所以让组成一个以单体数来讲是一个非常多的数量，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11.1.4 这个规格也许看起来很多，但是你实际上单体数的多寡会不会影响到最终的声音？我觉得有时候在音响产品上这个是不一定的，所以你实际上还是要听一下。那我觉得在2024年的今天，这个11.1.4就是可能噱头还是大于实际的效果一些这样子。好，那接着讲到重点就是。其实接孔那些啊，大家看一些接孔的资料，什么 AirPlay 啊，什么无线连接的功能啊 ，APP 的设定啊，大家都可以参考那个 Q990C 或甚至参考到 Q990B 的影片。那重点就是说 Q990D 这一代到底改变了什么？首先呢，就是说它在 HDMI 的孔位的部分呢，我必须要讲。以前的 Q990B 或 Q990C， 你在接 HDMI 线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那个 HDMI 孔后面的空间留得很狭窄，所以你的线接上去的时候，如果你是线是直进直出的那种的话，直的头它很容易凹到线材，所以就是接线上面会觉得有一点阿杂。那今年的话，它把它的整个的宽度，就是后面的空间接线孔部分，给它再拓宽了一些，所以你在接线上面又变得更加舒适一点。那第二个就在于说，今年的这个990D 的 HDMI 输入，它全面升级到 4K 120帧，支援这个 4K 的VR， 然后还有 ALN， 就是可变刷新率跟这个自适应的游戏模式哦，它都可以通过。所以呢，就是这个东西会改变什么呢？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我那时候看网络上资料讲说，透过 EARCA 的时候，其实你在玩一些游戏，你会感觉到声音的延迟。那当然看电影的话，就是不会，因为游戏的时候，你的画面、电视的画面延迟比较低，那你的声音延迟比较高，那这两个相对起来，你就会觉得，枪声射击下去的时候，跟你的那个画面有点对不起来，这样子。所以呢，现在这个 Q990D 它升级了这个它的 HDMI 输入之后，你如果要获得一个最低延迟的游戏体验，你可以把你的 PS5 或是 Xbox 先接到 Q990D， 然后呢再接到你的电视，这样你就会获得一个超级低延迟的一个游戏感受了，这样子。但是呢，我觉得
接下来就要进入到讨论这个话题的一个重点，就是说，究竟这个游戏降低延迟，在这个 Soundbar Q990D 上面，这个功能我们会需要它吗？或我们会很依赖它吗？所以我觉得要先弄一个影片让大家体验说它那个延迟的差距是怎么样。那我这边的话，其实我就直接用后置的做给大家，什么意思？因为如果你要用拍的话，第一个你可能要拍你的游戏的手柄，然后去跟电视的画面去做，就是同时要拍手柄要拍游戏画面。那你在按的时候，其实你相机的视角很不容易看出你到底什么时候按了按钮，然后跟画面那个画面声音有没有对得起来。我觉得那个不太好看，所以我就直接弄一个游戏的影片，然后我就在这个游戏里面的靶场，然后我们去射击这个狙击枪，大家去听听看枪射击的时候跟后面那个枪的声音，它的延迟的感觉哦。那虽然是我用做的，但是我就把我实际体验的这个时间差弄给大家，所以我们来先看一下。好，那我们看完这个体验一下之后，它那个时间差的感觉之后，我来讲讲就是 EARC 延迟这个事情，那以及它会怎么样影响到我们。就是其实，在之前我都没有看到这些资料之前，我是比较没有反应的。为什么？因为我本身的话，我用电视玩射击游戏的真的是比较少。我大部分是用电脑玩的这样。那当然，我一看到这个资料之后，我马上就去实验一下，我就是用 Q990D 用 EARC 的模式去玩这个射击游戏 Apex。那另外讲一下，就我 Apex 目前的游玩的游戏时间是1000多个小时，所以我觉得，但你说以一个玩家来讲，1000多个游戏小时射击游戏来讲算多吗？这绝对不算多。但我觉得以目前你说大家有在拍影片的人来讲，就是你说1000多个小时。这个实验，这个玩的量算多吗？我觉得是算多的，所以就大家想成一个游戏玩家的意见，应该也算是有点参考价值。这样子，就是我在知道 EARC 延迟这个事情之后，我用 PS5 去玩 Apex， 然后我去用靶场里面，我用狙击枪去做各种的测试哦。的确，用 EARC 模式的时候，这个 Q990D 的声音它会有点枪不跟手的感觉。那这时候我就想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那我 PS5 如果是跟 Sony 的电视搭配，会不会这个同个品牌来讲，它的延迟就降低了？这样，所以我就再拿到那个 Sony 的 A80L OLED 上面去做一个测试，结果发现，没有，其实你就算是 PS5 去搭配 Sony 的电视啊，它在使用 EARC 这个连接的时候，一样会有一点这个延迟的状况，跟你用 PS5 配三星的音响配三星的电视，基本上状况是一样的。那接着呢，我就把这个接线的顺序改变 ，PS5 先接到音响，再接到电视，我就玩了一下，体验了大概1-2个晚上，就一直玩射击游戏，玩个3-4个小时。那我必须要讲最后我的一个结论，就是说 EARC 延迟这个事情啊，就是你在讲了这个事情之后，如果你在单独的游戏的靶场里面练习的时候，你会感觉得到。但是你在真实游玩的时候，其实你对于声音的延迟，以它目前延迟的这个量来讲，是没有那么敏感的。为什么？我相信大部分大家玩游戏，就是尤其是 PS5 或 Xbox 主机的玩家来讲，都是业余玩家占多数。所以业余玩家来讲，你首先你要操控手把玩一些射击游戏，把游戏玩得好，就你要花蛮多精神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我觉得对比那个听觉上的延迟来讲，视觉上的延迟你是更在意的。所以像他们用电脑玩游戏的人来讲，他很 care 那个电竞的滑鼠、电竞的键盘。为什么？因为你在玩游戏的时候，你那个滑鼠啊，蓝牙跟一般电竞的低延迟的滑鼠，那个差距是非常大的。因为画面跟你手的那个反应，你会觉得就跟不上来。但是当你在进入游戏里面之后，其实你整个聚精会神在游戏的状态里面之后，声音的延迟反而你有时候你会比较忽略，因为你想想看，你看到一个敌人，你要对他射击，你是画面上你就看到他了，你就把滑鼠移过去了这样子。那枪声有没有？我觉得那都是其次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除非你是主机类型的，算是专精玩家或职业玩家，然后你是玩射击类型的游戏人，那你会比较 care 这个声音的延迟。但是我觉得对一般普罗大众来讲，基本上你不太会 care， 就是你可能也没有注意到，因为像我之前我有时候也会用 PS5 玩一些游戏，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注意到说，原来 EARC 有延迟，是我看了资料之后，我特意去感受，那还真的有一点差别这样。那时候有人会说，那如果玩音乐游戏的玩家，那就很 care 这个。假如说你玩太鼓达人啊，你玩一些什么那个吉他英雄啊，你就会很 care 这个声音的延迟啊。但我要跟大家讲一个事情哦，你太鼓达人或者是吉他英雄啊，其实他从来就不用到 4K 120帧，他们在 4K 60帧就是一个极限的这样。所以你在以前就算是 HDMI 接孔是 2.0 的时代，你也是可以把你的这个游戏主机接到，也许像是 soundbar 要接到电视，就是那些音乐游戏，他们的确要低延迟没有错，但它不用到 4K 120帧这样子。好啦，所以这边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一般人啊，你去升级这个 HDMI 2.1 到 4K 120帧，然后支援那个游戏模式，让声音可以很低的延迟，对他们来讲，其实意义我觉得是没有很大的。好，那讲完这个之后，我们再讲它这次多出了一些 APP 的部分。APP 部分它这次有主打多了2个功能，一个就是派对模式，让全部的喇叭，包含环绕喇叭都有发出一样的声音，就是所以你在派对的时候听音乐，大家都会听到一样的音量、一样的音色。第二个就是所谓的算是有像 private 私人模式，就是夜间模式，可以这么讲。你在晚上看电影的时候，你可以开启这个私人模式，它就只会让后环绕发出声音哦。但是基本上，我觉得这个设计就是你说它是很稀有的嘛，也不是，就是它是一个很重大的功能嘛，我觉得也不是，因为大多数人在使用这种音响的时候，你基本上你不会想要去动它到任何的模式，你就想要一个模式通用到底。所以晚上用的时候，你也许就开小声一点。那听音乐的时候，反正你就让它播嘛。大家有没有均匀？我觉得你又不是在一个很大坪数的30-40坪的客厅，你客厅有时候十几坪、20坪也算很大了吧？你那听起来，我觉得是没有差到很多啦，这样子。好，那另外呢，在这次的音色当中，它有一个 Virtual 功能，我是建议大家把它打开，因为当然它原厂的说明书，有对它有说明，但是我觉得就是有帮助，但不多的那种程度，讲了等于有点没讲。但是打开了之后，我觉得音色有变锐利一点，所以建议这次大家可以把这个 Virtual 的功能打开哦。但是呢，这次的音色参数我就也不是说不提供啊，因为这一组的话，其实我刚听到声音的时候，我觉得坦白来讲，跟去年跟前年没有差异太大，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想要音色参数的话，可以参考我们 Q990C 跟 Q990B 的一个影片哦，这样子。好，那最后呢，就是要讲结论了哦。好，那在讲结论之前，我觉得做一个预设值的声音的录音，让大家体验一下，我们就来听一下吧。忘掉痛苦，忘掉那地方，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厦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这希望。记得一顿梦为努力浇了水，还在背后往前推。当我抬起头，才发觉我是不是忘了谁？累到整夜不能睡，夜色哪里都是泪，一定有个人他躲过、避过、闪过、瞒过，他是谁？
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为你付出那种相信你永远不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可是暧昧告诉我不能这样，拒绝行为要正常，就怕太多会踉跄。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到底该不该？该不该停止这种想法？我想要占据你，占据你的美，占据你的一切，却无可厚非。用诚实的身体再亲吻你，再占据你的手机记忆体。 고운 피부가 다 무너진다고요.最後の警告です. 지금 잠에 들지 않으면 우린 춤을 출 거예요. 아래 아래 뭐 말리는 아가씨. 아래 아래 뭐 말리는 아가씨. 아래 아래 뭐 말리는 아가씨. 또 핸드폰 하는 거예요. Time to go to bed. OK， 那听完了这个试听的片段之后，我觉得最后就要来讲一个结论了啦，就是今年的 Q990D 它增强这个 HDMI 的一个视讯的规格，那让那个重度的游戏玩家可以体验到低延迟，这个是好的用意没有错啊。但是我觉得对大多数人讲，其实这个功能是有点鸡肋，加上你要想想看哦，它就是已经3年，几乎可以说是没有改款，然后它的重低音呢，你说 Q990B 的时候，大家竞争对手也许还不多，就是有的人他有重低音没环绕，有的人是有环绕没重低音。但是你放到2024年的今天呢，你看在下半年就要引入他们系列的 Soundbar， 然后不管像是一些其他品牌啊，他们也都是 Soundbar 全部改款嘛。那你三星这个旗舰的系列 990B、990C、990D 到现在，你的旗舰Soundbar的重低音在他们里面还是算弱的，而且那个弱程度，我觉得不是说100分跟90分的差异，那个是100分跟就是讲好听一点就60分啦，就是还勉强过关，要调一下。但如果你说不调整的话，基本上一般人都会觉得买到旗舰这样的低音量感有点太少了这样子。所以呢，最后讲一个事情，就是它的价格呢，一样每一年呢都会回到这个精美的定价54900，当然要算上送手机礼物的话，是还有一些折扣啦。但是我必须讲一个很残忍的事情哦，你就想想看，如果今年年底的这个 iPhone 16，苹果的 iPhone 16的发布会，这个他们的执行长库克，然后最后发布的结果是说，我们就把这个前年的 iPhone 14改成 Type-C 的孔位，其他的呢配件呢都几乎一模一样，然后我们来当做这个 iPhone 16发表。你觉得这个发布会这样办下去，那隔天那个苹果公司会不会倒呢？这样，但是呢，对应到音响上面就是有那么奇特的事情发生，就是价格规格没什么改，但它价格又回去了这样子。另外提一下，就是如果说今年还有什么不一样，就是三星他们今年有推出一个叫做The Music Friend， 就画框喇叭哦，它可以当做这个你的 Q990D 的前面的主喇叭、左右主喇叭的延伸，或是当做后环绕的一个补充这样子，或者其实不止 990D 啊，在它一路上的 Q700D 啊、800D 啊，跟这个三星电视组成的魔幻音场的阵列里面，它都是可以去扩充的。但是凭良心讲，它一个定价是13900元嘛，然后它只能当前后的左右喇叭跟后环绕延伸，它没办法去扩充。假如说你的杜比的环绕系统里面其实是有分后环绕跟侧环绕可以去做延伸的，但是 The Music Friend 它这个画框音响，三星的是没办法去做的。所以 Q990D 基本上它本来就是都一切的硬体设备它都具备了嘛，它就坦白讲就是重低音比较弱，
那这个画框喇叭对它的提升来讲就比较小，而且它的画框喇叭一个要13900，你看一下，如果你左右各加一个这个13900的画框喇叭，这样加下去，再加上它现在 Q990D 的定价，然后你再看一下这个画框喇叭的设计，那你会不会觉得说，隔壁那个加他们新的那个A9的第2代，好像直接买那个的 A9 第2代比较省事又简单，效果又好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怎么讲呢？今年市场竞争是蛮，我觉得是蛮激烈的啊，所以三星今年的 Q990D， 坦白讲，现在价格我不推荐大家购买。老实说，就是我自己是卖音响的，但我觉得有些事情还是要让大家稍微知道这样子，因为毕竟我们是分享资讯嘛。那当然就是大家有兴趣的话，还是可以来问今年 Q990D 的一个优惠的售价这样子。那如果你是重度游戏的玩家，你当然还是可以买今年 Q990D 啊。那就这次 Q990D 的开箱影片到这边，我是 Alan，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